来，我们来画一朵花啊。我们随意的画一朵，这个是卡纸，这个是纯白色的，还有同样的也是仿古的卡纸，这个是没有边缘的，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没有边缘，它整块的这种卡纸。好，我们来画一朵这个塔式的这个牡丹花，随便找一个地方画。来，笔肚里面沾一点底色。继续调色，先调这个玫瑰红，调到这个笔肚上啊，颜色要晕上来，晕到这个笔肚上，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，牡丹红都没有了，我们要再挤点牡丹红出来。你说颜色是不是用的很快？就是你要想调深一点，颜色更鲜亮一点，你就颜色要多用一些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颜色用多一点哈。我们看一下，用点曙红吧，再用点曙红啊，曙红的颜色更鲜亮，你想它更红一点，有一点曙红在里面也是更加鲜亮一点点。我们加一点曙红进来，笔尖上加一点曙红。好，再来画。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画。我现在画的这一张纸的这个左下角的这个地方，我现在画的这个左下角的这个地方啊，我现在把这朵画，这个四方的纸是50乘50的四方的纸。好，我们还是先画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啊，我们不需要画的太圆，我们可以一笔一笔的往上加，那有这种切口，它会显得更加自然，更加好看。来拉近一点点啊，就不需要说很圆啊，就是刚刚给你们示范的时候才会很圆。其实我画花瓣都不会太圆。你想要画圆很简单，但是你画不圆，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个笔，你要一笔笔的去慢慢去画。好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。那补充这个层次啊。好，有一些我们要大一些，这个花瓣不能说全部所有的这种都是比较小的，要长一点。好，笔尖再补充，这个是生鲜的一个卡纸。卡纸的话，它比鲜纸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它这个吸水性它可能会有比这个鲜纸要差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我们侧面画一些这个侧瓣啊。画侧瓣的时候，这个有大的有小的，小的里面还有大的。啊，两边我们要画一些这种侧面的花瓣。还是一样，有大的有小的。那小的里面还有更小的，还有更稍微大一些的。让这个侧面的这个反瓣，让它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有这个层次感，把这个层次感表达出来。我们现在是画所有的这种反瓣啊，把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。好，还有下面的稍微的包起来一点点的。好，这样子包起来。是，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这种反瓣都画出来哈。下面有几个包起来，这个层次，这个侧面的层次基本上差不多了，基本上差不多。
我还画一些这种伸出去的这种反瓣啊，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伸出去的，不要都太平了，都在中间。好，这个是花心的地方啊，我们把这个花心的地方就定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花心的位置。就是花瓣，我们刚刚着重的讲了一下这个花瓣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画这个花。好，这个上面这些也是有一些这种反瓣、正反瓣的这种组合，那有一些很小的，这种窄一点的这种细节。好，我们这个反瓣我们就画这么多哈，这个背面的这个反瓣我们就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去把所有的这个伸出来的这些缺口里面去补充这个正瓣，把所有这个伸出来像这些缺口，从缺口里面去补充正瓣啊。好，我们去补充这个正面的花瓣啊，从缺口里面，从这些缺口里面去补充。那我们在画这个正瓣的时候啊，颜色你想要更深一点，你可以不用蘸这个底色的，可以加水，笔肚里面加水。这个关键点你们都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加水知道吗？就是你画这个正瓣的时候，颜色想要更深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加底色，加水。就是没有水，笔上干了，你画不动的时候，你就去加水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加上这个，把这些需要加上正瓣的地方，我们加上正瓣啊。加正瓣的时候，颜色稍微深一些，所以我们的颜色要调饱满一些。好，我们把所有的这种缺口里面的这种正瓣都去补充，补充了之后，其实这朵花这种塔式的，你现在按照我们的分解，它也很简单。就是你把所有这个背面的这些反瓣画出来之后，然后你把所有的这个伸出来的空隙的地方都去补上，补完之后你再去补充外围的几个花瓣，让这个外形好看，这朵花就完成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特简单？就是你要理解式的啊，就是像我们老师教你做这个数学题的时候，大家要理解式的。就是临摹肯定是我们学画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。为什么有这种古画的这种芥子园呐、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基础，你都可以去多画多临摹，然后从这些画里面，这些传统的画是我们是需要去传承，也需要去读去理解，然后我们也要根据这个传统的画加上自己的这种思想主观意识，
不能说你只是传统，只是去模仿他们的一样的，但是我们要有现代的这种风格，这种加上自己的这种主观意识，让它变成这种比较现代化的，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去画画。不然的话，你前期你只是临摹，前期临摹你只是练而已。就像你写我的话，你前期临摹，这个只能说按照临摹，这个就是对的，就是前期都要靠临摹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反半都补上了，是不是？已经补上了，已经把所有的这种伸出来这种反半的这个花瓣都补上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外围的看一下怎么加花瓣。那后面这个花瓣比较暗颜色，这个花瓣怎么会立体啊？怎么会立体？我们的颜色不一样，它就会立体。我们加一点紫色进来，加一点深的颜色进来，就让它这个上面和下面的立体。其实我们在国画中不能讲不叫立体啊，就是叫这个层次感。这个颜色的这种层次感都是靠颜色调出来的，就是各种各样的牡丹。那我们现在画这个底下这个大花瓣，我们加一点紫色进去。我们首先加一点水哈。笔肚里面没有水，我们加一点水进来，我们加一点紫色，调一点紫色进来，下面加一点紫色，或者是你要加底色，或者是你把底色调深也可以，就是这种方法都可以。你加紫色它也会变深的。好，把紫色调到笔肚里面，然后你再调这些颜色，调这个牡丹红。让这个牡丹红色里面透一点点紫色出来，然后这个胭脂我们可以多调一点，在后面这个大花瓣里面胭脂可以多一点点。那这个花瓣它后面的这个下面这个大花瓣可以很大，就是很大一个花瓣啊，直接这样子围过去。好，到这里来，笔尖再蘸一点胭脂。好，底下这个大花瓣，笔尖蘸一点胭脂。好，笔肚里面再来一点紫色，再蘸一点胭脂，我们再来几个大花瓣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来，这个大花瓣，好，我们现在加点水，笔上干了我们就加点水。我们现在都是加水啊，都是睡在盘子里调。你如果竖着调的话，你始终那个颜色还是不均匀，它那一块胭脂会在笔尖上，还是笔尖那一块还是会很深。现在里面是没有底色啊，笔上是没有底色。这个颜色就是加了紫色的，你把紫色调进去就可以了，紫色调进去。你看一下，那你画这个大花瓣可以这样子滚呢，看到吗？我们之前教这个滚笔，那你也可以这样子点，来一笔一笔的点，看到了吗？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下，一笔一笔这样点也可以，可以滚也可以点，就看你自己觉得哪样方便，你就怎么去画，好不好？
好，这里面这后面来一个更深一点的花瓣。这个是卡纸的话，它的颜色有点没有这个生鲜纸晕的那么快，但是一样的可以画。卡纸它的好处就是说，你直接不用裱，买一个这个框子就可以把它框起来了，就很好看了。好，这个下面这个大花瓣，那我们这下面这几个花瓣的颜色是最深的，那么边缘的颜色不一定要那么深，不一定要那么深的时候，你可以把笔稍微的洗一点点，洗一下。不要那么深的时候你洗一下，然后再调色，稍微的颜色调少一点，不要调那么多。来，这里来一个大花瓣。可以回一下笔。我们现在去补充这个花瓣。这颜色不要太深了。还是颜色稍微的深了一点点啊。我们这个上面要有一层这种非常浅的，所以我们的笔要洗一下啊，把笔洗一下。画的时候把笔洗一下，然后蘸一点底色进来，蘸一点底色进来。我们要画这个上面这一层的这个虚一点的花瓣，然后颜色也比较浅，物象是比较虚一点的，所以颜色调少一点点，不要调太多颜色。但这个花瓣不需要太圆哈，我们要有一点这种角出现，我们就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，就点出这种层次，就这样去点它，不需要每个花瓣都看得清楚，看到了吗？水分很多，水分很多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沾掉一点点。你看现在我们画的水分特别多，把它沾掉一点点水分，然后再去画。然后这个就是调整整个花型，让它有一点透的这种感觉。你可以直接往上面透，直接可以往这个花瓣上重复都可以。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。就是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就加哪里加花瓣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沾一点底色，沾一点底色。有一些地方就不需要把它太清楚，就是虚一点。水分太多的时候，你要沾掉一点点啊，不要避免这个水分太大了。现在我画的时候水分是很大的，但你们画的时候尽量不要那么大的水分啊，这水分太大了，你可能掌控不好。就是你调的时候，这个盘子里掉了一盘子水分，一盘子都是水。你看这个盘子，假如说你一调的时候，这个水掉到这一团水，掉这一滩水，那说明这个水分是大了。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，水分尽量要少一点点。基本上这个花也就这样吧，把这个缺口看一下要不要闭合。
这个缺口不闭合就这样也行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地方，用最深的胭脂把它画上去。这个今天是用卡纸的效果，卡纸和仙纸这种效果会有一点点区别。然后我们画上叶子啊，我们来加上，把它画成一个小品。好，我们调一个这个画嫩叶子的颜色，藤黄，藤黄加三绿。藤黄三绿，然后这个珠标、胭脂。我们先画一个嫩枝干啊，我们这个嫩枝干用这个藤黄三绿，然后加一点珠标，笔尖蘸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来这样子来画，看一下这个怎么组织。构图的话也没有想，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把它画成一幅这个作品。小品啊，画一个小品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。我们先把这个叶子的位置先安排一下啊。好，把这个叶子先安排好，然后我们再去画，然后上面再加什么东西，我们再去加。好，这个前面之前调的这个绿色，我们还是用这个绿色。我所有画的叶子的颜色都是用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墨绿色。然后我这个是多的，之前画的多的颜色，我们尽量来把它用掉。那个墨是要调一下的哈，要调均匀过渡颜色。就是刚刚有家人说这个墨调不好是吧？你看这里3组叶子，一个枝干，这一条这个叶子的枝干上面有3个叉，这个就是3叉，3个叉，每一个叉上是有3片叶子，那就形成了这个3叉9顶。好，这里一组，这里一组，后面我们再来一组，后面这一组我们让它重叠起来。这两笔不要太小了，要稍微有一点点看得到一点点，不要太小了。这里一边一笔，然后中间这一片，也是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然后这边还有一片啊，后面还有一片，我们可以画短一点，让它有一点这种转起来这种感觉啊，让叶子有一点这种重叠的这种感觉，不能叶子全部排队起来。如果叶子全部排队就不好看了。好，叶子笔尖要沾墨，它才会有这种深浅的变化。笔尖要调墨进来。好，这一组你看这里还有一组啊，我们可以先画中间的这一片啊，中间这一片让它很大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个是一片叶子。你千万一个嫩枝干不要冒出几个花头来，那就不对了。就是我上次看到了是谁是那样子画的，就一个嫩枝干冒了
长了一个花头，还从这个嫩枝干上面又长一个花苞，这个不对的啊！就一个嫩枝干就长一个花苞或者是一个花头，明白吗？好，这一组。这一组的叶子我们让它小一点点啊。好，让叶子都往一个方向。后面还有这种层次，不需要把每一片叶子都表达的那么清楚啊。有些叶子是淡的层次，就是不是说你每片叶子有一些伸出来的这种叶子，伸展出来、跳出来这种叶子，你就把它画清楚一点。那有一些叶子你就这样子带过，让它有一点朦胧的感觉，有一点看不清楚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每一片叶子都把它画得很清楚。我们这里画一个花苞出来，藤黄3绿，朱标胭脂。好，这个有一点出镜头了，就是刚刚画了一条这个嫩枝干啊，这里画了一条嫩枝干，看有点出镜头，这一条有点长，所以出了镜头。来画一个花苞。看一下哪里怎么出叶子，看一下怎么出叶子啊。3组叶子，3组叶子，嫩叶啊，我们这个小花苞上我们就画嫩叶。嫩叶也是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画这种小的组合叶子就可以，不需要画这个3叉9顶。3叉9顶它就太密了，我们让下面这里叶子多，这边就少。让这里稍微多一点点。那我们再画一个老枝干，从这里出枝。画出来一点小芽出来。这个墨水不够浓，因为现在我这个盘子里已经没有墨了，所以我懒得倒，就用这个里面现有的这个墨来画。稍微整理一下。一幅小的、简单的构图。
把这个花苞画上去。好，我们勾下叶筋，倒点墨出来，还是没有墨了，刚刚没有墨了，不想倒。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品啊，就是比较随意的一个小品。好，我们勾叶筋，用这个比较浓一点的墨来勾。勾叶筋要肯定一点，而且要快一点。勾叶筋一般一片叶子勾5笔就可以了，中间1笔大，两边各一边1笔。就是你淡的叶子不要勾得太浓了，淡的叶子你的墨里面加一点水去勾，就是要有这种，不要把叶筋勾得太跳了。就是你淡叶子，你用很浓的墨去勾，那这个叶子的话，你一看这个叶子就看到这个叶筋了，就非常跳，在整个画面就跳出来了，就不好看了。我们用胭脂来勾一下这个嫩叶啊。这里来一些这种水滴，一幅小品。把这个花心给画上。好，我们画花心分5组哈，就是下面2组，一边一组，中间一组。然后画花心的时候，你稍微有一点动作，就是不要直的去画，稍微到一点点弯度，就是稍微带一点点勾，这样子画出它的这个花心才会显得更加灵动一点点。你看这样子，你的笔这样子弯一下，弯一下，弯一下，这样子勾一下。
这幅作品就这样子，这幅小品啊，这不是上一幅作品，它只是一个小品而已，就是一幅小品，好不好看？